住一毛路，不愿住，一边莺歌燕舞，不愿住，一遍遍地哀哭，野渡荒芜，野草荼毒，梦境束缚，现实残酷，恨与不恨，只是角度，爱比不爱更痛苦。心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皆入骨。心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皆入骨。只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皆入骨。浙江的水，您就再饮一回；到了吴国，就再也饮不到我们越国的水了。大王，是否再等等范蠡？大王，请相信臣的话，范蠡是不会不来的。大王，大王，范蠡不在，让微臣去吧。大王，范蠡不在，就让微臣去吧。少一个人去送死，越国还能多一份希望。撤板，起船。大王，范大夫为何不辞而别？不提他了。夫人，此番你要跟我去收大谷了。
也许就此。大王莫多想，妾身委任此去，能为大王多少分担些忧苦，那样再苦也值了。只恐怕到了那儿，我们谁也顾不了谁。当年吴国攻破楚国的情形，夫人也知道吧？大王不必再说了。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妾身宁愿拼得一死，也绝不辱没大王的名声。死，我相信你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可如果为了这英勇的一死，我们又何必登上这条船？大王，有条竹筏来了。大王，是范大夫。那个惩罚的女子是谁？姑娘这样，是不想见大王吗？我谁都不想见。姑娘，有样东西不方便携往吴国，请你转交给文仲。告辞了。你保重。姑娘，范蠡，请问姑娘尊姓？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在下一定尽力。他是谁？臣在上游遇见，多亏了他，臣才能及时赶到。你答应他什么事儿了？他有个兄弟，在大王手下效力，失踪了，臣答应帮他打听。兄弟叫什么？仲吉。仲吉是他兄弟。大王知道他。是个难得的勇士。你交给他一样什么东西？臣是托他交给文仲的。臣正是为了这样东西，才暂时离开。到底是什么？破五九术。破五九术。大王如果能回来，就一定用得上。东海剑臣勾践，奉万死之躯，败于池下。大王赦其身孤，才加一臣，使之击肘，承蒙厚恩，得保须臾之命，不胜仰感抚愧。臣勾践，顿首。再顿首。勾践，你记着，孤家不杀你，是因为古人有训：诛降杀俘，祸及三世。孤家不想因你而得罪上天，因此留你一命。从今日起，你在宫中为奴，要处处小心。若发现不轨之处，将不是诛降杀俘，孤家会用刑法来惩治你。
臣勾践谨记大王训诲。你就在这干。进呢。新来了一个。越国来的，在下勾践，师命获罪于吴王，今特来吴国。小四儿，哎，你不是想要身衣裳吗？这不来了？新来的，把衣裳脱下来，咱俩换。敢问为何？敢叫朕，吃了豹子打了你！并非勾践有意如此，只是你等。你敢挑战，如何？跟我较真，你敢称？跟我较，我较，较。一起的，是。你他手下啊？现在是大人你的手下。哼，知道就好。马爷，衣裳。你们两个谁脱？我来。我来。他们要的是我这身衣服。大王，我来。叫他什么？大王？还天帝呢？告诉你，这儿只有一个主子，知道吗？就是我马爷。夫人，有水吗？有。倒，喝一口吧。你是勾践夫人？是臣妾。跟我走吧。臣妾斗胆敢问大人，这么晚了召臣妾去，为何事？大王招你，除了侍寝还有什么？别的你也干不了啊。一个伺候人，一个伺候马。你这差事比你男人强多了。走了。走吧。
好给他洗洗。要是大王还能闻出马厩味儿，谁都没好。该进餐了。别见，不许见。这是什么？大王的晚餐。这不是人吃的。说得对。可大王也不是人，你是越王勾践。这侮辱我还不够，你还要再加上一分吗？如果这就是侮辱的话，那臣要请大王咽下的，正是这些侮辱。可以想，但绝不会选择受尽侮辱再死。大王请进餐。你一定要我吃？大王必须吃。那你先吃给我看。你怎么不吃这个？我要你吃这个。这是大王的，别人无法替代。我命令你吃。大王恐怕还不习惯。这是在吴国，你已经没有命令的资格了。在这儿，你必须尽快忘掉与生俱来所享有的一切，忘掉为王的高贵，忘掉男人的仇恨。你要学会服从，学会忍受，学会谦卑，这样你才能活下去。活下去是大王眼下要住嘴！我不想听你的教训了，够了，我听够了。你以为夫差是傻子？他会以为我降了、屈服了、受辱了，他就放了我，就会给我翻身的机会？哼，不会，换了我也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。
终究还是走错了。天要亡我，勾践又能奈何？又能奈何？大王，别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勾践降也降了，辱也受了，你让我做的我全都做了，对吧？不，还有一件没有做。你还等着拿我的项上之手去做近身之节，对吧？勾践成全你，也算不枉了。我们君臣一战。勾践首级在此，拿去吧。大王，大王，拦得了一时，你能拦得长久吗？不能。那还不松手？臣怕大王后悔。我只是后悔当初不该听了你的。其实大王心里清楚，在会稽山上，大王之所以没有选择战死，并不是因为听了谁的。一定要说是，那大王也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指引。到现在，我相信在大王心里，也不愿意以死来向夫差认输。大王到！倒退几年还看得过去啊，可惜现在老了。越国的女人，孤家还从未享用过。从勾践的夫人开始，不错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宫里的规矩，勾践没有告诉你吗？哦，孤家忘了，你们越国从来都是没有规矩的。我听说那些百姓都是随处野合啊。你跟勾践也是从野合开始的吗？大王在上，越国原本是有规矩的，只是臣妾既到了吴宫为奴，一切都要遵从吴国的规矩。可是吴国的规矩到底如何？臣妾孤陋寡闻，还要请教于大王。想知道吴国的规矩？好，孤家来告诉你。早就听说越国的女人桀骜不驯，果然，你敢反抗孤家？
你就不怕祸及勾践吗？大王如此用强，臣妾也只有以死相从。至于勾践，他已经是大王宫中的一名奴隶，大王要杀随时可杀，大可不必拿臣妾来做借口。臣妾死前，只想斗胆再问大王一句：大王为此杀了臣妾，再疑罪于勾践，将何以面对世人？大王的雄心是要做天下的霸主吧？臣妾敢问，当大王会盟于天下诸侯的那天到来时，如果有人以越国为例，问其大王如何对待自己的蜀国时，大王将何以作答？大王又拿什么来曲线于天下诸侯呢？今晚的事，天下人怎么会知道？人可以欺，天也可以欺吗？越国就是违背了天意，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。大王甘心违天意而行，臣妾也无话可说。我自行了断就是，不必大王煞费心机了。顾家不会轻易就让你这么死去的，会让你尝到比死还难受的滋味。大王，请进餐。臣恭喜大王。从现在起，一天不离开吴国，一天不许再叫我大王。臣遵命。你也不必再以臣相称。如果有一天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越国是我们俩的。不，这万万不可。还不知道那一天有没有呢。你该明白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奖赏给人的了，给你的也只是更多的责任和考验。以后的日子不知会多难，你要做的也不光是随时的提醒我。驾！大王，大王，臣妾有话要说。这儿也没有大王，勾践只是大王的一个奴隶。夫人再不要如此相称了。请相信我，我没有给越国和你丢人。夫人侍奉的大王满意，就是给越国和我争了脸了。我要干活去了，一会儿回来再说吧。大王，
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哎，把手里活动放下，牵马套车。大王要驾车巡城，听见没有？把手里活动放下，放下，套车，快点！快点，动作快点啊，麻利点，套牢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王，你是管马的？回大王，小人正是。那你告诉顾家，这2匹参马，哪匹更好一点？回大王，小人觉得那匹啊，还有这匹，大王，你的马个个都是神骏。看来你这个管马的并不懂马。大王饶命！顾家告诉你，除了懂得马本身的优劣之外，还要知道主人的喜好。主人喜欢的马才是最好的，明白吗？小人这下懂了。那你告诉顾家，这几匹马，哪匹更好一点？哪匹我……大王，恕小人愚钝，小人猜不中大王的心思。哼，你就是把他们都数一遍，也不知道哪匹最好。大王，小人这下懂了，这2匹参马都不中大王的意，小人叫人马上换2匹来。顾剑，此事恐怕难不住你吧？顾家马上就要出城巡游了，要接受吴国百姓的拥戴。你说顾家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才能得到他们最热烈的欢迎啊？大王是要罪臣做参马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做过越王的，不但懂马，还懂人。只是不知道拉车的技术怎么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吴国的百姓都等不及了。哼！哎，大王让你做参马，那是抬举你，还不高兴？罪臣谢大王恩。都套好了，套好了，套。等等，大王，参马自古都是成对的，这另一份恩遇就赏给范蠡吧。你倒是忠心耿耿。
可杀不可辱。吴国如此糟践我们大王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你是何许人啊？越国战俘。越国战俘，你想为你们越王鸣不平吧？不错，吴国越是这样，我们越人就越是不服。你可代表不了越国，你得先问问你们的王，看他怎么说。不用问，我们越人知道自己的王。你是谁？小人杜爷。叫杜爷是吧？告诉你，越国已经归属至高无上的吴王了。谁不服，就只能死。谁让你杀的他？大王，勾践既以降吴为臣，从此只知有吴，不知有越。此人抗拒大王天威，又以不经之言搬弄是非，混淆中庭，怀越国臣民从善归降之意。罪臣听着，已是气愤难抑，是以贸然动手将他杀了。鲁莽之处，愿受大王责罚。此人虽鲁莽，却是条好汉子。下不为例。勾践遵命。走吧。大人，大王来了。拿朝服来。相国，大王亲临，老夫衣冠未整，未能远迎，多有失敬，还望大王宽宥。请起，请起。相国这一病，日子可不短啊。孤家特意来看一看。看起来相国正在饮酒赏月嘛，啊？这说明相国的身体已经有好转。唉，老夫年事已高，今日更觉大不如前了。这个病如果病根不除的话，要治好也难呐。老相国虽然是寿长几岁，可是身体一向是硬朗的。不知相国犯的是什么病啊？太医都诊不出来吗？太医们如何能够诊得出来？可是大王却未必诊不出来。哦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孤家应该早来才是啊。哎，既然来晚了，相国，这杯酒就算孤家给你赔不是。哎呀，老夫岂敢，真是折杀老夫了。请起。吴国上下担当得起孤家给他赔不是的，也就是相国你。哎呀，大王再说，老夫真是要无地自容了。先干了这杯。
了大王的这杯酒，虽未见得治愈老夫之症，但也足以抵得上一剂滋补的良药。有病还是要治，光滋补是不行的。是啊，大王来了，老夫的病或许治愈有望了。如此看来，相国的病不在身上，是在心上。先干了这杯。喝了大王的这杯酒，虽未见得治愈老夫之症，但也足以抵得上一剂滋补的良药。有病还是要治，光滋补是不行的。是啊，大王来了，老夫的病或许治愈有望了。如此看来，相国的病不在身上，是在心上。大王仅此一言，已见得比那些个太医们高明得多了。那个杜爷你认识吗？替我记住这个名字。假如有一天我能回去，我要想办法告诉文忠吧。若能找到他的家人，一定要重价抚恤。我记住了。你谁家的孩子？大王其实心知肚明，也用不着老夫再讲更多的道理。吴国与北上称霸，必先廓清自家内部，才可能一行对外。而越国就像长在吴国心腹间的一个毒痈，如果现在不彻底的铲除它，那它就可能长大、发作、蔓延。等到大王一旦雄心发动、无暇自审之时，它就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心腹之患。相国所言不是没有道理，别的且不说，单凭勾践的杀父之仇，10个勾践，顾家早把他杀了。但是为什么几次该杀而没杀他，一直留他活到现在？相国可知道顾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吧？哦，大王心思深明，老夫岂敢妄夺啊！这话可不像老相国说的，别人不敢，你有何尝不可？说出来听听，也让顾家跟老相国再学学夺人之术吧。大王这样说，那更是让老夫诚惶诚恐了。这又是何必呢？顾家与相国虽为君臣，但是如同父子。
孤家向你求教，这岂不是事之常情吗？大王既然这样讲，那老夫就姑妄而言之。请讲。大王对勾践之所以该杀而不杀，皆为太慕古人之虚荣了。慕古人之虚荣，此话怎么讲？大王的本意是想效仿齐桓公之大度，晋文公之谦逊，秦穆公之屈己，以待勾践以感世人，以树威名，而成霸业。说得不错，说下去。您这样对待自己的敌人，诚则诚意啊，然则吾乃太迂乎啊！大王，你吾乃太迂乎啊！吾乃太迂乎。老相国啊，这句话应该孤家送给你。走，孤家带你去看看，看看孤家是如何趋吉以待敌的。请。勾践，驾车跑一圈，给相国看看。驾！相国，看见了吗？孤家就是这样趋吉以待勾践的，与相国所度大相径庭吧？哎，大王杀又不杀，只是一味的加以侮辱。你这个样子对他，不是更令其生报复之心吗？报复之心，何所惧之？孤家就是怕他藏在心里不露出来，那样更不好对付，所以要对他多施侮辱。让他忍耐不住，自己暴露出来。那他要是始终不暴露呢？不暴露，怎么可能啊？除非他是真心臣服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说孤家为什么要去杀一个真心臣服的有用之人呢？大王啊，你把勾践看得太简单了。相国，孤家倒是觉得你把勾践看得太不简单了。在你的心里，你是否觉得勾践始终比孤家更强啊？现在是大王强，但是将来会怎么样？老夫真是有些担心。胜负强弱从来都是可以变换的。您现在掌握着主动，那您……好，我等他强起来。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，老相国不妨也可以等等看，看看到那个时候，孤家是怎么征服勾践。征服人心的。唉，看来老夫的心病真是治愈无望了。相国何必如此大之抱怨呢？勾践现在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莫非相国是担心勾践突然变成一只鸟飞走不成？好了，大王，我们不说了。再说，老夫又要对大王不敬。这样，大王要考验勾践。把范蠡交给老夫，勾践那个范蠡，或许会好对付一些。说到底啊，相国还是怕孤家对付不了勾践。也罢，念你一片报国之心，孤家就成全你吧。大王叫你留下，你
大王起驾皇宫。驾！禀大人，大王是去了武相国府上。果不其然，去吧。叫你的人给我盯紧了，有消息马上报来。是。老相国啊，沦落到装病邀宠了，你是该歇歇了。禀大人，越国进贡的美女已经送到了。在哪儿呢？文中大夫来前，特意嘱咐在下，要在下多多致意太宰大人。时间太仓促了，这只是第一波，以后还会挑更好的送来。这次，大人若有喜欢的，不妨留下2个。这就是美女啊！哎，你们见过美女吗？哎。你们笑什么？没有大人，是他在笑。有什么好笑？大人，是这样，越国供来一批美女，他在笑话我们，说我们没见过美女。这么说，你见过越国的美女了？可否告诉我？我可是奉相国大人之命而来，你倒是换不换？既然是相国大人的命令，就把礼服放下，外面等候吧。你不成，要是不看着你，闹出点什么事来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你不是刚来相国府吧？哼哼，那当然了。我在相国府10年了，待了10年，却连宾客更衣的规矩都不懂。是你笨呢，还是相国府本就没规矩？相国府没规矩？你好狂妄的口气啊！我告诉你，相国府的规矩是给士大夫准备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相爷厚待你，那是因为相爷放肆！端哥大人，相爷的贵宾，尔等怎可如此无礼？潘大夫，失礼了，在下前堂谨候。大王，请忍耐一下。不要叫我大王。再忍耐一下就好了。
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我不是大王，他是大王。我是勾践，我是勾践，我是你男人。哈，等不及了，大王可不喜欢看你这样，还愣个啥？起来走啊！忘掉为王的高贵，忘掉男人的仇恨，学会服从，学会忍受，学会谦卑，这样才能活下去。我不是大王，也不是勾践，我是奴隶，奴隶，是奴隶。禀大王，越国侍寝的女奴到了。大王，侍寝女奴，臣妾怎么不知道啊？顾家这不是让你知道了吗？告诉你，这个女奴啊，来历可不小，身份很高贵。她是谁呀？越王勾践的夫人。越王夫人。她在哪儿？怎么？臣妾想见见那个侍寝女奴。嗨，你见她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越王夫人居然给大王做了侍寝女奴，臣妾听着好奇罢了。况且大王不是已经答应臣妾，今晚一切都由着臣妾吗？我说过吗？大王，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啊？依大王之意，莫非是臣妾无中生有了？顾家以侍寝之名召勾践夫人进宫，目的就是在于羞辱勾践，折磨他的意志，让他最终败在顾家的面前。勾践不是已经认输了吗？没那么简单。那大王召他夫人进宫侍寝，恐怕也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吧？好，既然你不信顾家所说的，那顾家索性就成全你的妒忌，招幸他一回。本来一个半老的越国婆娘，顾家看都懒得多看一眼。哼，好，来人，带勾践夫人过来。
罪臣范蠡拜见上国大将军相国大人。来，快请。亡国之臣抵罪之奴，何当如此礼遇？相国大人，最好还是放我回去司马吧。范蠡，你的这个蠡，上面是一个彖字，下面是2个冲字。这2条虫应该说是一龙一蛇啊。能够同时压住龙蛇的人，非同一般。在老夫的眼里，你就是人中之龙。是英雄，就应该给予英雄的礼遇。怎么？是不是老夫的家臣刚才对你无礼了？他们都是照着大人的吩咐去做的，并无任何不礼之处。那你是不是对老夫在会稽山下一味追杀的举动不肯释怀？你范蠡的大名，老夫早已如雷贯耳。之所以装作不认识你，个中的原因你应该明白。大人如此之言，实在是抬举罪臣了。罪臣如今是相国大人手下奴隶，生死修旧皆由大人一言而定。一言而定。老夫的话，你果真肯听吗？主人的命令，奴隶可以不听吗？好，那老夫要你做老夫的座上客。以你的品格素养，我想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敢不从命？好，请入席。我不是大王，也不是勾践，是奴隶。奴隶。勾践，小人在。马爷有什么吩咐？你们2个把衣裳换了。小人敬谢马爷，我穿这身已经习惯了，再换回来干活倒别扭了。免了吧。哎，让你换你就换，你啰嗦什么呀你？外面有人见你呢。见我？谁见我？勾践，快退啊你！灵玉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快起来，起来！我早不是什么大王了。吴越2国只有1个王，我也跟你们一样，都是大王的奴隶。你怎么也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不在这儿。难道你要我就这样把他们送进宫去吗？小人勾践，
参见太宰大人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小人不知，望太宰大人明示。真的不知？我看你是在装糊涂吧？小人岂敢！小人，小人，是那伙马夫叫你这么说的吧？我这儿不是马厩。勾践虽然是做了奴隶，可骨子里啊，毕竟还是越王啊。还是做回你自己吧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谢太宰大人金玉之言，勾践受教了。这就是你们越国进贡来的女人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啊，都是些什么货色？要长相没长相，要教养没教养，要才艺没才艺，够格送给大王吗？我这都看不过去啊！真要是送到了大王那儿，这不光是丢你们越国的脸，我的脸也丢不起啊！要说这就是你们对吴国、对大王的一片孝敬之心，这不是你们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吗？大人责的是，这些女人别说大人看不上眼，勾践看着也觉得不行。要说文仲办事，历来是很尽心的，这次做成这样，大人恕在下直言，恐怕他也有不得已的难处。难处我也知道有啊，可对你们来说，能不能办好，也不在表面上的这些难处。比如说我吧，我也不在你们越国，也没花什么时间去四处的打听，可我却知道，越国眼下并不是没有漂亮女人啊，就看你们是不是有心了。有心有心。勾践一直期望着向大王尽忠的机会。大人若肯明示，勾践感激莫名。感激我也不要，你把事情办好就成了。在你们越国有个勇士叫仲吉，你知道吗？大人也知道仲吉，他就在我府上。在下明白大人的意思了。大人想说的并不是仲吉，而是他的妹妹吧？妹妹？那仲吉怎么叫她师妹呢？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们越国还是有漂亮女人的吧？你看，我一提起这个女人，你就知道了。看来这个女人在越国还是大大的有名啊。不瞒大人，你说的这个女人，在越国恐怕还没人知道。就连在下也只是远远的看过一个侧影。你这么说，我倒是越发的好奇了。难怪我费了好大的功夫，仲吉始终对我是守口如瓶。我还以为他跟我是故弄玄虚了。看来这个女人一定很不一般吧？大人，可否让在下单独见见仲吉？可以。谁找我？我。越王？哎，越王，你怎么？我不是越王了，现在是吴国的奴隶，处境还不如你。奴隶？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逃走！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我挺好的，他们没把我当奴隶。要是他们两个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形同兄妹。
因她的名字叫做西施，所以众籍就称她为师妹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个师妹啊！那她现在在哪儿呢？这个众籍不肯说。我原以为你这个越王会比我更有面子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倒是更想见见这个师妹了。她虽不肯说，但以在下之意，要想找到西施，也并非没有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你说来听听。若大人答应在下一个请求，勾践可以保证，越国即使一时找不到西施，也一定会找到一个让大人和大王满意的女人，送来吴国。什么请求？你说。这次越国供来的女人，大人一个也别留，让他们全回去。把他们都送回去？老夫听说，你和文仲当初离开楚国，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施展抱负的国家，建功立业。而你们第一个选定的好像是吴国，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呢？因为当时吴国已经有了相国大人和孙武将军，有你们在，哪儿还有文仲和我的位置啊？那老夫那时候还仅仅是客卿而已。以范大夫的天赋和学识，完全可以与老夫一争啊！范蠡虽然不才，但是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。放眼当今天下，能与相国大人争锋者，还能有谁呢？未必吧。范大夫说的是不争，可是范大夫一直与相国大人在争啊。您弃吴之越，一下子就做了越王允城的重臣。受封为上将军，又成了勾践的股肱之臣，谋略之策尽出于范氏。吴越两国这10几年相争，王换了2代，可辅臣却还都只是一个。其实所谓吴越之争，不就是范大夫和相国大人之争吗？先生所言不差，既知不可与之争，又不得不勉为其难，强与之争。这正是在下无奈之处。时也命也，范蠡也只有涂炭奈何了。非也，以范大夫之才智，怎么会想不出变通之道呢？范蠡不才，敬请先生赐教。范大夫既然最初认定的就是吴国，今日到了大人麾下，可谓得遂愿也。不知肯不肯捐弃前嫌，留下来与相国大人共事一主？倘或当初还别有所虑的话，到了今日，应该不存障碍了吧？先生良言，诚所愿也。吴主勾践如今已是大王座下臣奴，就像先生效忠相国大人一样，而效忠吴国。在下侍从主人而效忠的国家，与先生已经是一样的。听见了吗？既知不可与之争，万不可勉为其难，强与之争。这便是范大夫的经验之谈，你我不可不为戒。怎么回事啊？报，相国大人，是越国进贡美女的车队，所供美女已被太宰大人谢绝返回了。有这等事？
认识范大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灵玉。灵玉，林姑父。你是怎么与范大夫相识的？奴婢是越国人，我们越国无人不识范大夫。哦，范大夫在越国真是妇孺皆知啊。你愿意留下来服侍范大夫吗？愿意。相国大人有命，在下替这位姑娘谢过大人。只是贵国太宰大人已经有名在先，这些姑娘要在下通通带回越国，重新加以训教。训教？训教这么几个女孩子，还要跑来跑去的，大费周折。是这样，太宰大人说这些女孩子才貌教养俱差，不足以供奉后宫，所以太宰认为不行。我看还都可以嘛。既然这么老远的把这些女孩子都送来了，大王不要，相国要了，把她们送到相府。臣所以退回这些越国女子，乃事出有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也是勾践的主意。勾践的主意？他的话你也信？勾践的话，臣当然不会全信。臣所以要在这件事情上听听他的说法，就是想借以考察一下，他对大王对吴国是否真有诚心。结果如何？关于那个叫西施的女子，以臣了解的情况，勾践并没有撒谎，只是他的眼光到底如何，臣就不敢十分担保了。况且以越国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究竟能否找到西施，还是个未知之数。臣之所以答应他遣回这些女子的要求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越国明白，要让大王满意，就一定要拿出真心才行。可是，大王可否听说，相国府派人把臣退回去的这些宫女又给劫回来了，都带回相府去了？大王还交代什么了？大王说，若能找到西施，或许咱就不用送那么多虽然年轻，但是却才貌平平的女人到吴国去了。是啊，大王的意思是要咱们想办法多留些年轻的女人给越国的男人。我也猜想大王就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当着外人，不便于直说罢了。那个叫西施的，大王就只留下了一个名字，就一个名字，没有姓氏，没有地址，这到哪里去找？大王说，只要把消息传出去，传得再广一些，声势再造大一些，就一定能够找到。看样子，我得亲自去讨吴国了。文仲大夫有话传告众百姓：越王有难，取得名字为诗的女子入贡吴国，或者容貌姣好者，愿为国赴难的，皆可入城应选。得以入选者，国家与粮10担，布2匹，另有酒肉赏赐。你不反悔？不反悔。叫什么？郑旦。